26岁程序员开了一家店，目标是今年不倒闭。大家好，我是鱼皮，欢迎来到6楼剧本杀桌游馆，我的第一家线下店。了解我的朋友知道，我毕业在鹅厂工作了几年后，又离职创业做互联网业务近2年。这次做线下店只是一个副业，算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了。那为什么要开店？为什么要开一家剧本杀桌游店呢？17年前，有一位少年接触了一款桌游，叫大富翁。那时他的心里便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。后来他经常在纸上写画画，设计自己的纸上游戏，并且拉着朋友来玩，乐此不疲。可能是小时候的梦想吧，长大后我就一直有开一家桌游店的想法。咱就不聊情怀了，实际上开店的原因就2个字儿：爱玩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追求新鲜事物的人，也在最近2年接触了剧本杀这种休闲方式，在几个小时内给你一段全新的人生体验和思考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所以综合了一下，开了这家剧本杀桌游店。剧本杀、桌游、狼人杀，还有最近很流行的血染钟楼，我们都有做。当然曾经我还有开网吧和理发店的想法，不过网吧的成本太高，理发店嘛，我自己都快没头发了，不是很有说服力啊。所以我选择了既能玩成本又不高的剧本杀桌游店，这样我带自己互联网公司的同事来团建的时候，经费都省了，总不能带大家一起团建理发是吧？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当然开店还有其他的原因，就我之前一直做线上业务和自媒体的嘛，也想学习一下线下业务，线上加线下结合，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思路。那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实践，所以哪怕亏本，店铺倒闭，我也是能接受的啊，就当交学费了嘛。想好了最坏的结果后，我就开干了，干就完事儿。于是我从12月初就筹备了起来，刚开始满怀信心啊，我要成为上海第一剧本杀，我要整顿行业。结果这才没干了多少天，我就被行业整顿了，真的是一难接着一难，我他妈这是来西天取经了呀。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招人难，缺少行业知识导致的决策难和管理难啊，说白了就是我啥都不懂嘛。而且啊，成本比我想象的要高多了，因为我这个店是从别人那儿接手之后再装修的嘛。本来以为买点剧本桌游搞搞软装花不了多少钱，结果呢是我太天真了呀。像有些城市限定剧本一个就将近3000元。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打本舒适度，我还重新装修了房间，沙发椅子我都买的是全新的，还换了智能马桶，新的空调，经费嘎嘎燃烧啊。还有很多小的细节，比如说免费给客人提供充电宝，叫得上牌子的小零食、湿巾纸等等，只为给大家更好的体验。还有这气人的事儿，想让店铺入驻线上平台，刚开始就得交1万多的保护费啊，挣这点钱光给平台打工了，我太难了。还有很多其他的难处啊，比如说引流难，不交钱根本没流量。还有行业竞争啊，剧本杀店是真的卷，光3公里之内就有10几家。但既然干了，哪怕是西天取经，我也得把这81难过完。即使开店失败了，这些经验也是宝贵的一匹啊。那看到这里再给视频点赞3连的朋友都算是我的股东了，再给股东们同步下之后的计划。前期先搞跳楼价加开业活动加新人赠礼，积累客源，先稳住线下店。中期呢，搞好线上运营，图文视频直播做流量。后期再结合线上加线下，打出自己独特的风格，可能还会结合自己的本职做系统啥的。最后肯定是希望能出着自己的桌游、剧本什么的。好像很多朋友都想让我出一个程序员面试有关的剧本啊，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，也可以在弹幕评论区打出来。当然这些事对我来说也是挑战和成长啊。先给大家画个饼，我的目标是今年不倒闭。我觉得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能做到这点就已经非常牛逼了。最后感谢您看到这里，您的点赞3连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。如果能来店里看一看玩一玩，就更感激不尽了。我们包教包会，那这段时间还有鱼皮陪玩。而且现在来店玩的朋友啊，我们还会赠您一个定制小礼物，我们的6楼居民证，早到店早选号哦。当然也欢迎爱玩有经验的朋友加入我们，待遇丰富，工作嘎嘎开心。